男人只是抬枪瞄准一只野狼，却突然发现野狼周围有些不对劲。男人迅速调整8倍镜，结果在不远处发现一根超大功率的信号屏蔽器。按理来说，这种东西绝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男人心头瞬间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他迅速转头用8倍镜仔细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农场被屏蔽器包围，显然对方是冲着他来的。凭借在军队养成的职业素养，尼克下意识察觉到危机靠近。作为一名专讲动作犯罪电影的博主，接下来请跟随我的视角一起走进今天的电影单片。时间没过多久，尼克发现不远处有几辆武装 SUV 正朝他房子驶去，车上是一群全副武装的雇佣兵，显然他们早就知道尼克的真实身份。眼看雇佣兵距离农场越来越近，为了提醒家人，尼克慌忙朝天空鸣枪示警，接着一路朝家里狂奔，并大声呼喊。他让妻女赶紧找地方躲藏起来，可还不等他进屋，雇佣兵的车子就行驶到家门口。这时他们注意到不远处的尼克，当即探出车窗对着他疯狂射击。碍于对方猛烈的攻势，尼克只能找掩体进行反击。在他的精准锁定下，雇佣兵很快被一枪带走。妻子听到枪声察觉不对劲，她本想掏出手机报警，这才发现周围的信号被彻底屏蔽。雇佣兵本以为仗着人多势众就可以轻松完成这次任务，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尼克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见识到雇佣兵人数众多后，尼克并没有选择与他们硬拼，而是先选择躲进家里。此时妻女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全都吓得瑟瑟发抖。尼克来不及解释，让他们赶紧躲到2楼房间。他迅速给枪装填好子弹，接着来到窗边仔细观察。此时雇佣兵已经来到门口，就在他们准备发起冲锋时，尼克突然拉开大门，再次击倒一名敌人，随后迅速关门躲藏起来。雇佣兵发疯般对着木门扫射。眼看房间里没有传来任何动静，头目不敢有丝毫大意，当即下令让手下把房子团团包围。第一小队已经来到门口，他们手持步枪躲在后面，一人手持破门斧站在门前。就在他准备破门而入时，突然发现房门根本没有锁。尼克迅速转换阵地，来到厨房，接着把桌上的碗全部摔碎在地上。听到动静的其余人跟着冲进屋子，他们迅速观察2楼，却不见半个人影。就在他们缓步向前推进时，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们脚下的瓷片，他们发出的声音早已暴露位置。尼克隔着大门直接扣动扳机，再次带走一个雇佣兵。接连不断的枪声让躲在柜子里的妻女吓得瑟瑟发抖。此时雇佣兵已经来到柜子前，就在他准备打开柜门时，听到动静的妻子果断扣动扳机，这才把雇佣兵当场打死。头目见房间里没有传来任何动静，当即意识到第一小队已经全军覆没。这一次头目派出更多雇佣兵冲进屋子，却不想这反而正中尼克的下怀。雇佣兵刚来到楼梯口，就被尼克用枪顶住脑袋。眼看又一名雇佣兵领盒饭，头目再也坐不住，他对尼克展开疯狂扫射。尼克朝着2楼亡命狂奔，由于2楼已经被占据，在没有任何掩体的情况下，雇佣兵也不敢贸然直接突进。可在头目的命令下，雇佣兵硬着头皮缓缓来到楼梯，结果他才刚露出脑袋，就被提前埋伏的尼克一枪带走。尼克使用的是一把半自动狙击步枪，就在他拉枪上膛的间隙，雇佣兵迅速朝2楼突进，结果尼克直接守在楼梯口，和这群雇佣兵发起激烈火拼。在他的精准点射下，雇佣兵虽然占据人数优势，可依旧迟迟无法攻入。一名雇佣兵不信邪强行冲进来，结果被尼克修脚击倒，这也让头目气得火冒三丈，不断命令他们继续发起攻击。雇佣兵只能硬着头皮往房间里突进，还没等他们看到尼克身影，就突然被尼克用枪顶住脑袋。在双方的子弹不断朝对方宣泄时，一辆路过的警车听见动静突然驶进农场，头目根本没把警察放在眼里，警察还没来得及停车，就突然遭到雇佣兵疯狂扫射。警察惊慌之余迅速倒车后退，又继续输出一梭子后，雇佣兵见车里迟迟没有动静，还以为成功击毙警察。就在他准备上前查看时，不料被警察一枪带走。头目还在和尼克苦苦周旋，他直接朝2楼丢去一颗手雷。尼克果断从窗户来到房顶，接着带出自己的妻女，让他们拿上车钥匙，赶紧去车库开车逃到别处。尼克不忍无辜的警察因为自己而白白送命，又果断折返回去准备营救他。此时警察正遭到雇佣兵袭击，好在尼克及时赶到，这才帮他分担不少火力。由于雇佣兵人数太多，警察最终被一枪当场送走。尼克也失去地形的掩护，也同样遭到雇佣兵的疯狂攻击，铺天盖地的枪林弹雨让他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这样下去，尼克肯定必死无疑。这时妻子突然开车过来接应，尼克见状迅速钻进车子，紧接着一脚地板油，当着这群雇佣兵的面扬长而去。见此一幕的头目彻底破防，当即上车准备继续追击。面对雇佣兵的疯狂追杀，尼克让妻女趴下躲避子弹，等来
来到一片沙地，尼克直接猛打方向，扬起大片沙尘封锁他们的视野。趁雇佣兵没反应过来，尼克迅速下车，对着雇佣兵开始疯狂射击。尼克一枪解决头目后，他打算去找幕后主使。在此之前，他必须想办法安置好妻女。他先把车上的尸体全部搬下车，接着又让妻子把车开去警局寻求庇护，自己则来到墨西哥边境。为了以防万一，他先是联系自己的朋友杰克。杰克得知真相后，驾驶跑车赶到边境和他会合，后备箱是一大堆武器装备。就在尼克感到欣喜时，没想到杰克还给他准备惊喜，他已经把别墅户型图悄悄搞到手，只要有了这个，尼克就能轻松潜入别墅。杰克也带来一个噩耗，那就是尼克的大女儿已经落入丧彪手中。随后两人连夜赶往丧彪的别墅，两人借助夜色的掩护解决院子里2名守卫。随后两人迅速朝别墅内部推进，守卫根本没有察觉到有人入侵，刚准备放松就被两人当场解决。两人直接来到别墅内部，接着来到一条走廊边，这时2名守卫正朝他们迎面走来。尼克本打算趁其不备将其解决，对方反应迅速，直接躲过子弹，枪声也瞬间惊动房间里的丧彪。他命令手下前去查看，为了以防万一，他又立即拨打电话，让其余守卫赶紧过来支援。这时尼克的位置已经彻底暴露，瞬间遭到守卫的疯狂进攻，对方根本不懂战术配合，根本不是尼克两人的对手。听着外面不断响起的枪声，丧彪越发恐惧。就在他准备逃离时，杰克已经找到他面前。听到动静的尼克也迅速冲进房间，杰克命令他放下武器，尼克上前把他一顿暴揍。丧彪被尼克打得血肉模糊，他这才老实交代出尼克大女儿的关押位置。两人迅速来到女儿关押的位置，在这群雇佣兵的折磨之下，大女儿已经被折磨得精神崩溃，根本认不出眼前的尼克。尼克心疼地把女儿抱进怀中，直到感受父亲那温暖的怀抱，大女儿这才反应过来。来不及解释的尼克迅速带着大女儿离开这里，相信经此一事再也没有不开眼的雇佣兵敢找他们家人的麻烦。在这片秩序失衡的土地上，当黑暗占据绝对主导，那么唯有自身变得强大，方能保护自己的家人。而一个人强大的理由也永远不仅仅只因为自身，更是为了守护身边的至亲和心中的正义。恐怖分子巡查时意外发现司机拿着一卷没来得及拆封的美元，他猜测司机很可能是美军的奸细，于是拉开车门让司机下车接受检查。可没想到车门打开后，一支全副武装的美军小队赫然把枪口对准他。队长随即做出一个谨慎的手势，其威胁意味不言而喻。见同伴久久没有动静，仅剩的一人很快意识到不对劲，殊不知海豹队员已经悄悄来到他身后，把2名恐怖分子解决后，海豹队员迅速潜入恐怖分子基地。在穿越一片森林时，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尸体，显然这群恐怖分子平日没少作恶多端，不过这次他们却惹到不该惹的敌人。作为一名专讲犯罪动作系列的博主，今天给大家带来海豹系列。为了救回被恐怖分子抓走的同伴，他们深入恐怖分子基地，利用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各种作战战术及应变能力，成功营救突击队员的故事。军迷小伙伴一定不要错过。接下来请跟随博主的讲解，一起走进今天的电影《海豹6队》。美军指挥部突然接到消息，不久前一名海豹突击队员不幸落入尼日利亚的恐怖分子手中，想以此来做威胁，跟美国政府勒索天价赎金，甚至为了向美国高层施压，他们拿出手机录像，把刀架在海豹队员的脖子上，威胁如果1周之内他们拿不到想要的赎金，就把海豹队员直播斩杀，视频也会一并上传至暗网。海豹队员看着被抓的战友，他们全都义愤填膺，指挥官也当即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被俘虏的海豹队员救回来。指挥官制定好作战计划后，海豹突击队全副武装，乘坐 C-17环球霸主运输机，全速飞往尼日利亚境内，针对恐怖分子头目萨拉展开斩首行动。运输机顺利抵达目的地后，海豹突击队换乘卡车朝恐怖分子基地全速靠近。可没想到，恐怖分子十分警惕，他们在距离基地几公里外设置一处检查站，检查过往车辆，司机主动打招呼，试图蒙混过关。见恐怖分子索要过路费，两人为了不惹是生非，当即从兜里掏出美钞，却不料这个举动顿时让恐怖分子起疑，直接把司机拉下车，要求他打开车厢进行检查。却不料车厢打开后，士兵直接被吓得目瞪口呆。见同伴久久没有动静，仅剩的一人很快意识到不对劲儿，殊不知海豹队员已经摸到身后，把2名恐怖分子解决后，海豹队员迅速潜入恐怖分子基地。他们在穿越一片森林时，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尸体，显然恐怖分子平日没少作恶多端，这次他们却惹到不该惹的敌人。众所周知，海豹突击队在全球特种兵综合实力可以排进前5，海豹6队更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就是国家最锋利的剑，去往全球最危险的地方，执行最机密的任务。而他们身上的装备也豪华的可怕，一把满配 HK416 突击步枪，外加FAS战术头盔，再加上防弹背心和各种战术设备，总价值超过几百万人民币。海豹队员十分谨慎缓慢推进，他们注意到地上躺满尸体，似乎这里不久前经过一场
场大战。这时他们听见不远处传来卡车靠近的声音，为了以防突发战斗，所有人立马警戒起来。好在车辆并没有发现他们继续朝着基地靠近。很快他们的视野中出现一群恐怖分子，并且把另一伙恐怖分子给就地处决。似乎这是一场恐怖分子之间的内斗。趁此机会，海豹突击队直接发起突袭，在他们的精准点射下，敌人很快死伤惨重。就在局面陷入僵持时，突击手麦克手持 M249 轻型机枪，悄悄绕到敌人侧翼，展开疯狂火力压制。反应不及的恐怖分子顿时被打得龟缩在掩体后面，不敢露头。恐怖分子此时还想偷袭，好在队员及时发现，这才把他解决。眼看恐怖分子还在负隅顽抗，队长拿出 M320 榴弹发射器，锁定藏在车后的敌人就是一炮。剧烈的爆炸瞬间把恐怖分子吹飞。成功打扫完战场后，队员开始检查伤员情况，结果发现子弹卡在队员身体里，这个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必须尽快想办法取出子弹，否则战友很可能小命不保。于是队长只能立即呼叫总部，请求空中支援。在经历煎熬的20分钟后，救援直升机终于抵达头顶上空，可他们却还是迟了一步。这名战友因伤势过重，已经停止呼吸。随后支援过来的海豹队员对现场进行2次检查，这次他们很快发现人质留下来的记号，这意味着他们刚才看见的卡车很可能就是转移人质的。消息很快传回美军指挥部，指挥部通过卫星影像很快发现先前离开的卡车停在一处水泥厂附近，每多一分人质就多一分危险。指挥部当即下令让海豹突击队继续执行人质营救行动，为了以防万一，还派出大量普通士兵作为支援。美国已经做好硬碰硬的打算，势必要让恐怖分子付出代价。而另一边的恐怖分子似乎也预感到一场大战无法避免，他们把抓来的人质全部集中在大厅，恐惧萦绕在每一个人质心头，他们绝望地抱在一起哭泣。不久后，水泥厂上空传来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恐怖分子锁定直升机后，立马朝他们射出一发 RPG。好在飞行员反应迅速，这才及时躲过攻击。由于位置已经暴露，机枪手也立马操控加特林机炮，对准下方的恐怖分子开始疯狂火力输出，每分钟6000发的恐怖射速，让他彻底化身为战场收割机。成功压制住地面的恐怖分子后，直升机顺利降落在屋顶。海豹突击队迅速突进，以绝对的火力压制，打得这群恐怖分子毫无还手之力。为了能够顺利攻入建筑里面，小队再次使用 M230 榴弹发射器，仅是一炮就解决驻守在门口的恐怖分子。随着突击队进入工厂，这场战斗也彻底没有悬念。小队采取最经典的 CQB 室内突击战术，前后左右互相掩护，交替前进，把剩余的恐怖分子全部肃清。头目拽着一名人质仓皇逃跑，眼看被逼上绝境，气急败坏的头目竟想拉着这名人质一起上路。危急关头，队友及时赶到，这才将其一枪击毙。其余被抓住的女孩也因此侥幸逃过一劫。博主看完这部剧，最大的感受不是热血沸腾，而是一种沉重的现实感。它剥离战争浪漫化的外衣，展示极致的专业背后是士兵极致的牺牲。海豹突击队不是一部简单的爽剧，它是一部关于失去与幸存的史诗。它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看似和平的世界里，有一群人在黑暗中负重前行，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往往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破碎人生。男人为了躲避警察抓捕，竟把面粉随手一丢，恰好落到一个70岁大妈手里。大妈事后不仅没有报警，反而主动找到黑老大面前，把这包面粉还给黑老大。黑老大以为大妈想狠狠敲诈一顿，结果大妈却表示她不需要1分钱，只求黑老大能给她一份工作。原来大妈已经退休，她认为70岁正是闯的年纪，于是提出想要加入黑帮，帮他们代理销售面粉，顺便给自己赚点养老钱。面对这个要求，黑帮成员全都傻眼，以为大妈是在捉弄他们。结果大妈表示，黑帮大部分成员都已经登上警察的黑名单，可她却不一样，而且大妈的年龄也是最好的伪装，交易时根本不可能引起警察的注意，毕竟有哪个黑帮会让一个大妈帮忙运货呢？大妈凭借出身过硬的条件，成功通过面试，拿下这一份高危工作。黑老大拿出1公斤面粉交给大妈，此时黑老大根本没有想到，他本打算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却不料意外培养出黑帮的顶级销冠。回家后，大妈把面粉进行切割，可这些东西硬得像一块石头，根本就不方便切割。大妈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们弄成一些个小块。等把它们全部包装好后，大妈才意识到自己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原来她在黑帮走得太匆忙，一时之间忘记问面粉的定价。大妈的女婿在警局上班，时间来到第2天，大妈假借探望的名义找到女婿，想从他口中打探消息。为了不让女婿看出破绽，大妈又谎称自己对警察的工作很感兴趣，让女婿将自己带到档案室。大妈通过计算，很快摸清面粉的价格。等到第2天，她来到人流量比较多的车站口附近进行售卖。
害，凭借物美价廉的优势，他手里的货很快就被一扫而空。当大妈带着货款找到黑老大时，黑老大被大妈的业务能力惊呆。他本以为大妈售卖完这些货至少也要1周的时间，结果短短2天就被他搞定。除了大妈本该有的收入外，黑老大额外奖励一部分提成。意识到大妈可能是一个销售高手，黑老大直接给他5公斤的面粉，从而让他去售卖。可没想到大妈刚走出大楼就迎面碰上缉毒小队，警犬很快嗅到他身上的气味，当即朝大妈追过来。大妈见状瞬间吓得落荒而逃，可他哪里跑得过警犬？警犬追上他后立马跳起来想要去咬他手里的包。缉毒警也意识到情况不对，好在女婿小黑恰好路过，这才消除缉毒警的怀疑。大妈心有余悸地回到家，继续为接下来的生意做准备。靠着勤奋和努力，大妈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周围这一片的瘾君子几乎都认准大妈手里的货。没多久大妈就赚得盆满钵满，可其他的销售商就惨了，一点货都卖不出去。他们只好找到大妈，准备给她一点教训，让她知道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潜规则。就这样，混混把大妈毒打一顿，然后抢走她身上的货款，扬长而去。这次经历让大妈意识到这样下去根本走不通，于是她另辟蹊径，把面粉融化后加入鸡蛋里，然后把它们做成美味可口的蛋糕。为了验证这种东西能不能卖得出去，大妈立即叫来自己的几个闺蜜品尝，结果她们吃后都表示这是她们吃过最美味的蛋糕，而且吃完后效果也非常好。于是大妈把面粉全部加入蛋糕里，凭借着买面粉送蛋糕的优惠套路，大妈的生意再次火爆，短短几个小时就把面粉全部销售出去。原本需要1个月才能卖完的货，大妈第3天就找到黑老大家里，把货款全部带给他，并要求黑老大给自己涨工资。黑老大意识到大妈恐怖的销售能力，如果他撂挑子不干，对帮派来说绝对是一笔重大损失。在一番思索过后，他很快答应大妈的条件。这一次他足足给大妈20公斤的货。回到家后的大妈逐渐意识到，想要把生意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就不能一个人闷头苦干。他找到先前欺负过自己的混混。起初混混对大妈的主动示好根本不以为意，直到他们品尝过大妈端出来的蛋糕后才彻底拜服。因为大妈做的蛋糕简直有一种魔力，让人越吃越想吃，根本停不下来。大妈也坦白告诉混混，她在蛋糕里加入面粉。结果几个混混听完，这才明白大妈找他们来的意图。他打算分工合作，大妈在家里做蛋糕，再让混混出去售卖，只要打着大妈的名头，蛋糕根本不愁没有人买，而且他给混混的提成也远比之前高。混混们在一番思索过后，很快就答应下来。在双方强强联手后，大妈制作的蛋糕根本供不应求，为此她只能叫上闺蜜来家里帮忙。可没想到，即便如此，还是远远赶不上顾客们的热情，甚至想要吃上蛋糕，必须得提前1天预定。就这样，大妈轻轻松松成为黑帮的摇钱树，甚至老大专门委派小弟给大妈送货，让她安心就在家里做蛋糕。为了防止大妈有个3长2短，每次出门还有专车负责接送。这天，黑老大找到大妈，向她讨教经验，如何才能成为销冠。可这份经验是大妈赖以生存的法宝，又怎么可能轻易告诉对方？老大想着反正大妈在自己手上，因此并没有计较。可没想到老大接下来一番话，彻底改变大妈对面粉的态度。原来黑老大为了敛财，打算把蛋糕卖给幼儿园，孩子一直到长大都会吃他们的蛋糕，这是一笔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巨款。大妈听完当即表示拒绝，可黑老大心意已决。第2天，大妈前来接孙子放学时，意外发现他手里竟然有一块蛋糕，他这才意识到黑老大根本没听他的劝告，还是把蛋糕卖给幼儿园。意识到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孩子受到伤害，良心发现的大妈决定金盆洗手，从此不再制作蛋糕，和闺蜜带着孙子跑到外面旅游躲避风头。然而在尝过甜头后，黑老大又哪里肯放过他？得知大妈失踪后，直接派小弟来到大妈家里，把里面翻了个底朝天。不久后，大妈旅游回来，见家里变成一片废墟，不等她反应过来，几名黑帮小弟就将她抓住，表示这一切只不过是黑老大给她的一点警告。黑老大为了强迫大妈为自己继续制作蛋糕，已经派手下绑架他的孙子。然而就在这时，屋外门铃突然响起，原来是女婿得知大妈今天回来，特意带着鲜花过来探望。2名小弟见外面有人，立马拔出武器严阵以待，本想假装没人骗女婿离开，却不料一个小弟不小心推倒杯子，想到大妈很可能遇到危险，女婿当即一脚踹开房门。此时2名小弟早已顺着阳台逃之夭夭。女婿看着屋里遍地狼藉，还以为是遭到盗贼抢劫，正要给同事打电话报警，结果却被大妈拦下来。为了防止自己的秘密被女婿发现，大妈二话不说把2人给赶出去。随后她立即叫来自己的闺蜜，打算同他们联手把孙子给救出来。别看他们都是一群七老八十的大妈，但手段却一点也不简单。
他们带着武器直接杀进黑帮老巢，就这么光明正大救出被绑架的孙子。然而就在他们离开时，一个闺蜜不小心露出破绽，让黑帮得知他们使用的全都是一批玩具枪。这下局面瞬间翻转，他们全部都被绑起来。好在此时外孙已经逃了出去，一个混混在追击他时，恰好被警方发现，团团包围。原来女婿经过这些天的观察，早就已经确定大妈不对劲，于是悄悄跟踪大妈，这才成功把黑老大的犯罪团伙一举消灭。大妈虽然之前帮黑帮卖过货，可女婿却把她强行洗白成自己打入毒贩内部的线人，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就这样，在一场危机结束后，大妈也意识到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转头开启一家正儿八经的蛋糕店。虽然赚的没有以前多，但日子过得却十分快乐充实。这部电影十分具有人情味，讲述的是一个退休大妈为了打发无聊时间，穿梭在一群毒贩之间啼笑皆非的故事。影片独特的黑色幽默风格让它注定成为一部老少皆宜的电影，而大妈的遭遇也让我们反思，对于退休老人，我们是否应该多一丝关爱。Стоп! Это американцы! Давай, пошли! Давай! Справа! Вон! Пошли, давай! Oh.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两国士兵发生激战？这一切还要从不久前说起。清晨，男孩发现一颗流星划破夜空，紧接着坠毁在几十公里外的深山里。其实这颗流星是俄罗斯最新研发的隐身无人机，它从莫斯科直接飞到美国达拉斯，整整36个小时，完美避开美国所有的雷达探测，期间拍下不少照片。然而在返程途中，因为某种原因失控坠毁在中国与蒙古国边境。美国情报局认为无人机这次似乎是在做环线飞行采集数据，一旦让俄罗斯成熟掌握这项技术，将会对美国本土产生严重威胁。美国国防部认为这种无人机上肯定有一种特殊的陶瓷网皮肤，这一次俄罗斯可以用在飞机上，下一次说不定可以用在炸弹袭击上。为了破解这种技术，坎贝尔立即叫来第7小队，准备赶在俄罗斯支援部队和中国特种兵抵达之前，抢先一步回收无人机样本。小队在大力神运输机的搭载下，成功空降到蒙古国境内。小队迅速朝坐标位置前进。起初，小队成员全都有说有笑，认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任务。这时，亚当突然做出停止前进的手势，队员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才发现远处突然升起一股黑烟。小队所有人立即下蹲警戒，指挥中心试图通过卫星图像了解情况，可视线却被浓烟遮挡。但可以肯定，这绝不是炊烟。要想在这片区域找到无人机，少不了目击者的帮助。亚当经过一番纠结，决定前往村庄查看情况。可等他们靠近后，才发现村子里到处都是焦土，现场有大量战斗后的弹壳，再加上好几具躺在地上的尸体，不难推断出村子不久前遭到袭击。牧民发现有军队进入村子，立即神色慌张地拿起武器。就在双方气氛越发紧张时，阿米尔赶紧出面解释。作为小队里唯一的语言学专家，他在这时派上关键用场，向村民表达他们并无恶意后，军医马奎尔拿出医疗包，缓缓走向一个受伤的男孩。这也让小队暂时获得村民的信任。村民告诉亚当，他们的确看见无人机坠毁。至于袭击他们的士兵，他们的身上带有格鲁乌徽章，这是来自俄国的雪域特战队。可无人机真正的坠毁地点并不在蒙古国，而是在中国境内。作为全球特种兵和雇佣兵的禁区，中国这2个字就意味着死亡。可为了国家安全，亚当不得不冒险带领小队孤军深入。考虑到中国监测网的实力，指挥部必须完全和他们断掉通讯。这也意味着亚当他们将会彻底失去后援，甚至小队在交流时也必须摘下耳麦，采用最原始的交流方式。当地牧民为了感谢亚当小队的帮助，特意送他们几匹骏马，方便他们赶路。此时他们距离目的地大约有200公里。历经一段时间后，他们顺利来到中国边境边缘。亚当在地上发现几条新鲜的轮胎印，作为工程专家的普里奇很快推断出对方开的是乌拉尔或者野马军用卡车。从痕迹来看，至少有2辆。为了防止打草惊蛇，小队决定弃马步行。他们给脸部涂上迷彩，并把武器装好弹夹进入中国后，每一步都凶险万分。他们必须打起全部精神，否则很可能就会小命不保。小队在穿过树林后，发现前面有一块相当大的空地，如果有敌人在前面伏击，他们穿过去就成了活靶子。可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小队只能冒险钻进草丛。然而才行进到一半，迈奎尔就发现不对。就在他做出停止前进手势的一瞬间，小队成员全部蹲下躲避，他们的迷彩服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所有人全都紧张地听着周围的动静。这时，一支身穿迷彩服的军队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些人正是俄罗斯的雪域部队。一旦双方正面相遇，势必会爆发一场激烈冲突。
第7小队趴在地上紧闭呼吸，幸运的是对方并没有发现他们。可这时一名队员手表上的反光成功吸引他们的注意。直到俄军已经走远，小队这才松了一口气。阿米尔起身后，迅速摘下自己的手表丢出去。Hope it wasn't expensive. 随后小队继续前行，结果发现雪域特战队已经先一步找到无人机残骸，准备把无人机装车运走。为了完成任务，亚当打算趁他们不备，悄悄摸到卡车上去。越是疯狂的计划，越有可能成功，因此小队等人也是说干就干。普里奇和麦奎尔负责截停卡车，狙击手杰西藏在集合点以防不测。毫不知情的雪域特战队在行驶时，汽车突然被一根倒塌的树干挡住去路，队长立马派出队员清理路障。等他们清理完离开时，亚当悄悄摸进卡车内部，趁士兵没有发觉，他开始在里面寻找样本材料。可他不小心产生的声响引起前面士兵的怀疑，队长立马下车，来到车厢进行检查。士兵在两侧负责警戒，亚当躲在帆布下面，神情紧张。一旦被发现，他的下场可想而知。队长根本没料到卡车上混进敌人，在简单查看一圈后就放松警惕。亚当取出军刀，用力割下一小块样本。卡车的颠簸让他的手枪不小心滑落，他立即掏出卫星电话拨打号码，想要以此来吸引俄军注意力。做完这一切后，他立马翻滚跳下车逃跑。士兵通过后视镜很快发现他。Bravo! Hold on! 这时听到枪声的小队迅速赶往地点接应，突然他们头顶出现一架无人机，上面鲜红的旗帜让他们瞬间猜到这架无人机的身份。对于神秘而又强大的东方大国，小队根本不敢招惹，打算先前往集合地点等待。亚当在树林里来回走位，不断躲避身后飞来的子弹，靠着敏捷的身法，亚当甩掉大部分俄国士兵，只剩下队长紧随其后。他突然加速把亚当撞倒在地，两人爆发一场激烈近战搏斗，最终亚当技高一筹，成功解决对方追上来的俄军士兵。看见队长的尸体，怒不可遏，对亚当展开疯狂追杀。好在亚当成功赶到集合地点，可这里根本不见半个人影，亚当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跑，却不知士兵已经把准心锁定他。就这样，小队成功解决敌人。亚当虽然受伤严重，可并没有生命危险。至此，完成任务的第7小队安全脱身。这一集虽然没有战火纷飞的硝烟，可国家与国家之间隐秘的博弈却同样让人异常紧张。原来特种兵的每一次行动都关乎着国家的利益与主权底线。作为国家最锋利的剑，他们的奉献也再一次印证他们的伟大。